缅甸拳也称作缅甸武术、宾道，是一种来自缅甸的武术形式。缅甸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少1000多年以前，并且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一直是缅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缅甸拳是以缅甸传统武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，其中包括使用各种武器的技术和空手格斗技术。在缅甸历史上，武术曾经是王室成员和贵族的专有特权，但后来逐渐普及到了广大民众中。缅甸拳在缅甸的佛教寺庙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。缅甸拳的基本技术包括打击、摔法、肘击和膝击，以及使用腿部力量的踢击技术。它还包括一些特殊的技术，如使用身体重心和动态平衡的跌打技术，以及使用肘部、膝部和脚趾的前倾技术。缅甸拳还包括一些武器和柔术训练。缅甸拳与古泰拳十分相似，都是赤手相搏，而且还可以使用凶狠的头锤作为攻击手段。这些技术可以对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，特别是对于没有进行足够训练的人来说。然而，缅甸拳的威力取决于多种因素，包括使用者的技术水平、训练程度、体型和力量，以及攻击的目标。同时，缅甸拳虽然威力很大，但由于过于凶猛，所以在竞技比赛十分健全的今天，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小众，甚至有时只能在黑拳场所里看到它的身影。缅甸拳包括一些特殊的摔打技术，这些技术利用破坏对方身体重心和动态平衡来给对方造成伤害。它也像古泰拳一样，可以使用肘部、膝部一同攻击对方。铁肘刚膝，用人身体中最坚硬的骨骼有效地控制对手并造成伤害。缅甸拳的腿法也更加霸道，练习者充分使用腿部力量的踢击技术，可以在远距离外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。敢冲敢拼也是缅甸拳的作战宗旨。缅甸拳以其凶残的攻击方式而闻名，其中包括踢、爪、膝盖、头锤等技术。这种格斗方式的凶残性可能是由于它的历史背景所导致的。缅甸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内战和战争，这可能促使当地人将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具攻击性的格斗方式。有人说缅甸拳和古泰拳很像，它们都是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格斗体系。缅甸拳包含了拳击、踢法、摔法、跳跃、跑步等多种技术。缅甸拳以其凶残的攻击方式而闻名。古泰拳是泰国的传统格斗体系，它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拳击和踢技术，包括一些肘、膝盖、肘击和摔跤等技术，但并不像缅甸拳那么凶残。古泰拳在泰国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，也是泰国拳击比赛的主要形式。虽然缅甸拳是一种全面的格斗体系，但它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格斗体系那样流行，甚至知道这种拳法的人越来越少。这主要是因为缅甸拳主要流行于缅甸，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格斗体系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。而缅甸拳相对于其他一些格斗体系来说也缺乏宣传，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它。缅甸拳的培训与传播者更是少之又少。形成这样的原因并不是拳威力不行，只不过更多的是跟今天的体育竞赛规则格格不入。缅甸拳比赛时，双方都不会戴拳击手套，赤手肉搏，只要一方还能站起来，比赛就会继续进行。所以这样的对抗不像是积极的体育精神，更像是战场厮杀，所以人们看到的都是它的凶残，让人望之却步，所以它才不像其他拳种这样流行。而至于缅甸拳和古泰拳两个体系谁更厉害，则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，包括技术、策略、训练方法、训练强度等。相传1774年，泰拳高手曾在缅甸国的庆典中一举挫败9位缅甸拳高手，这曾让缅甸的拳手多年抬不起头来。但也很难凭这次比赛说明缅甸拳和古泰拳谁更厉害，这取决于许多因素。缅甸拳包含许多复杂的技术，需要训练和练习才能掌握，这意味着学习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训练。而缅甸拳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由于它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技术，凶狠霸道，所以并不适合在比赛中使用。而在街头防卫中就更加难以控制下手的轻重。缅甸拳是一种武术形式，它的目的是作为自卫的手段，应该遵守道德和法律的限制，不应该用于非法或恶意的目的。如果练习者没有足够的训练或者没有遵守安全措施，可能会造成意外伤害。而虽然拳法本身很凶狠，
但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好的搏击术。技术无高低，功力有深浅。如果单纯的想锻炼身体或者传承武术文化，我们的八卦掌、太极拳、咏春拳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只要功夫下得深，就算最简单的拳击，相信也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